由于韩国和朝鲜特殊的历史关系，韩朝边境，尤其是板门店或者叫共同警备区，一直是极具吸引力的观光地点。此前，无论是从朝鲜一方还是韩国一方，都可前往大家熟悉的板门店旅游，并进入象征两国对峙的蓝色会议室。然而，近年两国关系趋于紧张，朝鲜方面已经全面关闭了任何边境旅游，而韩国一方因为2023年7月美国士兵投北事件，你没听错，就是一名美国士兵私自跨越军事分界线叛逃到了朝鲜。该美国士兵趁观光团在共同警备区参观时，突然越界叛逃朝鲜。他此前在韩国因多项攻击与破坏行为被拘留近2个月，出狱后正面临遣返及进一步的纪律处分。越界后，北朝鲜当局宣称该士兵是对美国内部的不公平待遇、种族歧视以及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感到幻灭，并希望寻求政治庇护。2023年9月27日，该士兵在外交斡旋下被遣返，并最终获释回美。而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之后，韩国也关闭了共同警备区的参观。不过，普通游客依然可以进入 DMZ 参加常规项目的观光。从首尔前往 DMZ 参观，简单的方式可以直接参加旅行社的一日游旅行团，可以从首尔市内直接坐巴士前往边境。还有一种较为便宜的方式，是可以坐地铁到达坡州的文山站，然后再坐巴士或打车前往 DMZ 和平公园。如果是首尔站出发，有直达的地铁可以到文山站。老宋因为住在离金浦机场比较近的地方，所以需要先坐地铁到金浦机场，然后再换乘西海线到依山站，最后再继续换乘到文山站。所以金浦机场这边应该有好几条电车线路，然后换成绿色的那个西海线。其实韩国一般的路标的话还比较好看，它既有中文、日语、英语都有，就是地图上它不显示，英文就比较麻烦。这条线真的很深啊，特别深的隧道，竟然前面还要再继续再往地下走，这个隧道真的很深啊，又是继续这么深的隧道，感觉这应该是因为比较靠近朝鲜吧，所以地道挖的会比较深一些，可能也有这种防御的功能吧。好像到依山的，今天是，结果到这边虽然很短，还得下一个楼梯，然后这边才终于到站台了，真的非常深。到依山站下车，然后到这边换乘。现在到文山站了，终于要到最后一程了，还要再换乘一个巴士。文山站其实它也是有车到这个临津阁的临津港，但是每天只有1班车，很早就没了，所以一般都是要从这一站下车之后呢，坐巴士或者打车去也可以。要从1号出口出去，好像是到对面有巴士站啊。左手边这边也停了一排的出租车，也可以打车去，也可以坐那个巴士过去。这边现在到这边的话，看起来就是一个小镇的样子了，好像是再往前走有一个巴士站。这里应该算是坡州市吧，趴这个应该是这个车站，哎，但是看不到车啊，05应该是058B， 怎么看起来没有车呢？据说这个车次很少，果然现在看不到有车，感觉应该是这个车，但是看起来没有车次啊。现在没有车，刚058A 过来，然后问了一下司机，司机说这车不到，
那个临津阁，所以现在估计只能打车过去了。果然巴士的这个数量，尤其是平日的话非常少，班次非常少。要不就早点到，要么就是打车去吧。打车其实还挺快的，大概10分钟不到就到了，9200韩币，大概人民币40几块钱吧。这里应该就是售票处，应该是这儿吧？好像不是刚刚那地方，那地方好像是坐缆车的，还没找到售票处在哪。这儿吧？不知道现在能排到几点钟的。现在是一个人是9200票价。今天基本上感觉没有特别多的人，然后来了之后稍微排了一下，现在是11点40分，然后呢12点20的班次。然后它这地方2楼的话呢是有一些餐厅的，所以在等的时候刚好可以先吃点东西，然后再去，因为据说要3个小时的时间。啊，这个人换了，12点半，应该就是这个吧。刚看起来没人，但是这班车上车之后发现真的是满满一车人，而且几乎感觉2/3的人都是美国人，整个欧美团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游乐场看起来挺孤单的，没有人，真的没有人，完全没有人。好像这是检查站，说是有检查站上来会有士兵来检查大家的护照的。前面要过河了，应该是，然后先到第3隧道参观，第3隧道参观完之后呢，去那个多罗展望台。 자, 지금 건너고 있는 다리 통일대교입니다. 저기 내국인이 있어서 제가 잠깐 짧게 얘기를 하겠습니다. 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也就是 DMZ， 是一条冷战遗留的缓冲带，源自1953年7月27日的停战协定。沿当时在前线的军方划定的军界线两侧各后退约2公里，整体长度约250公里，宽约4公里，为南北双方长期军事对峙的中心地带。 민통선 통일천 마을이라는 곳이 있습니다. 虽名为非军事区，但两侧边界却被高度的武装与哨所环绕，历史上也有越界和冲突事件的发生。同时 ，DMZ 中心地带因为长期没有人类活动，反而意外成为保存良好的生态走廊，拥有大量的动植物种。这个第3地道其实就是朝鲜挖了一条通向韩国的隧道，然后第3隧道应该是离首尔最近的，这应该是到第3隧道的地方。 On June 25, 1950, the invasion of South Korea by the North began with earth-shattering sounds of artillery. 好像以前是还有那个小的单轨车的，现在已经不开了。人非常多，全是欧美的游客。要把所有的包先寄存下来，才能进隧道。这边要安检，什么东西都不能带，相机什么都不能带。第3地道是朝鲜在1970年代为实施突袭韩国而秘密挖掘的一条军事隧道，共发现了4条。第3条隧道于1978年10月17日发现，得益于一位朝鲜脱北者提供的线索，配合韩国方长时间的地面钻探而定位到该隧道。隧道全长约1600米，高度与宽度均为2米，深入地下约73米，结构为拱形的岩石通道。根据估算，极大的通行能力能够让约3万名士兵与轻武器在1小时内通过。韩国将其命名为侵略隧道，认为这是对1953年停战协议的重大破坏行为。朝鲜最初否认挖掘这条隧道，称其为煤矿，并试图在洞壁涂炭以掩饰。但后续证据证明隧道墙为花岗岩，该区域不可能存在煤层，从而驳斥了其说法。我觉得隧道这个活动真的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因为你到这儿来的话，不进去的话，其实没什么可看的，就是去看这个隧道。但是进去之后，真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条隧道一直在走，一直在走。
然后人也很多，所以前后都有人，你也不能说走得很慢，就跟着大部队一直走到头，稍微的望一眼，然后再走回来，其实看不到什么东西，但是很累很辛苦，就完全一场健步活动。老年人真的是走到半途得稍微休息一下，否则真的上不来。这边还可以拍照的，拍纪念照的。这边的冰箱贴选择还挺多的，很多都觉得挺有意思的。邮票也有。然后第3隧道其实差不多也就这些了。今天大巴还挺多的，好像还剩5分钟，准备要发车了。从这个角度看，真的感觉好像已经在边境线上了。这附近应该是韩国的军队的训练的地区吧？应该是一个军队的驻地。这边应该是第2个景点，独罗展望台的地方。字儿也不知道写的什么啊，分裂的终点，统一的起点，还有中文的。好，我们还有一个团，我们都拍好了吗？他们还有中文的导游。好的。直到我们6月份的时候呢，6月初的时候我们来到这边的话，可以听到一些音乐哦 ，K-pop。这个音乐是什么呢？不是给我们听的哦，是给北韩听的，是韩国的对北广播。那韩国呢，为什么放音乐给北韩呢？刚才来的时候在巴士上给大家讲过，去年北韩呢给韩国放了好多的垃圾气球、粪便气球，对吧？他们呢放了一共5700多个垃圾气球，然后呢，韩国是怎么回应他们的呢？就是用很大的speaker， 然后呢给北韩放 K-pop、BTS、Blackpink 啊，大家把这都给他们放，然后。北韩呢听了我们的 K-pop 之后，怎么回应我们的呢？他们呢用了比我们更多的speaker， 也给我们放东西，给我们放什么东西呢？给大家听一听哦。저희 애들도 잠을 못 자니까는 막 구내염도 생기고 학교 가서 이제 막 졸고. 제 생각에는 이걸 만든 친구가我们白天给他们放歌，他们晚上给我放鬼声音，还好北韩的电量不足，要不然他们会放24小时。然后呢，我们2国的这个 speaker 大战呢，弄得这边的这个百姓们、平民们超级痛苦。他们白天听歌，晚上听鬼声音。然后我们6月份不是新上任我们新总统吗？金在明总统，他上任之后呢，立刻就把韩国的对北广播给停了，然后他呢在想，如果我们采取这种行动的话，北韩多久会有回应呢？北韩的回应比他想象中的要快很多。北韩呢也立刻把他们的这鬼声音给停了。为了缓解与北韩的紧张局势，南韩军方从今天开始拆除在两韩边境架设的广播设备。表示将会在2到3天之内将20台固定型对北韩广播设备完全拆除。事实上，从现任南韩总统李在明上任之后，就想要改善与北韩政府的紧张关系。南韩军方从6月11号开始就已经暂停对北韩广播喊话，北韩也随即跟进暂停对南韩的噪音广播。南韩国防部表示，拆除设备是协助缓解紧张情势的实际措施。尽管李在明政府希望恢复与北韩的对话，但是北韩官方日前已经拒绝。他表示完全没有兴趣与南韩谈判。这个导游讲的还挺好的，
挺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考虑报个什么中文团，稍微听听讲解，比这个自己来瞎逛要好一点。展望台在2楼。靠窗的地方是不能拍照的，禁止拍照的。其实网络上也常会遇到这样的限制，本来喜欢看的节目，因为出了国变成了国外的 IP 地址，反而无法观看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 VPN 来帮助我们进行 IP 地址的隐藏或更换。VPN 的中文名称可以叫做虚拟私人网络，除了可以更换 IP 地址以外，也可以把你的网络连线加密并隐藏真实 IP， 让你在公共 WiFi 或跨区上网时更加安全，保护隐私，并能突破地区的限制。平常在外上网时，会觉得咖啡厅的免费 WiFi 不太敢用，或是觉得个人资料在网络会被偷窥或窃取。其实这些担心不但有必要，而且都可能造成很大的麻烦。如果使用 NordVPN， 只要一键连线，你的流量就会被加密，真实 IP 会被隐藏，上网行踪更私密，不容易被追踪或窃取。这对常在外面连公共网络或喜欢看跨区内容的来说，真的是非常实用。而且 NordVPN 可以帮你甄别网络上的虚假商店，让你免受诈骗的困扰，还可以防范网络钓鱼，避免在点按钓鱼链接时误入威胁网站。现在购买 NordVPN 2年方案，可以再额外享受4个月免费使用，并且提供30天退款保证，让使用更放心。大家可以点按影片下方专属链接，或输入折扣码老宋，立刻开启你的安全上网之旅。 NordVPN 实现网络安全每一天。里面好像还有一个放映厅。工作人员说，不能在玻璃旁拍照，只能用望远镜看。不过旁边的大厅里，因为跟玻璃隔了一些距离，倒是没有特别限制拍照的事情。天气好的时候，其实对面朝鲜的情况看得很清楚，眼之所及是成片的农田、树林和山脉。仔细看，其实可以看到开城市区的轮廓。当年很有名的开城工业园区，现在已经基本荒废。比较靠近展望台的朝方设施是一座警戒哨所，据说几条地道都是从哨所的后方开始挖掘的。远处还有几座几乎没有任何树木的荒山，虽然看着不起眼，但据说这里储存着用于战争的物资，以及可以直接攻击到水源的炮兵阵地。远处还可以看到一座高塔，这是朝鲜的信号干扰塔，用于屏蔽韩国的电视、手机和 GPS 信号。另外，视野中最显著的是位于 DMZ 内的朝鲜宣传村，据说外观漂亮，但内部空洞，现在没有人居住。村中矗立着高达约160米的巨大朝鲜国旗旗杆，与南侧大城洞的近100米高的韩国国旗相对遥望，也是双方象征意义上的较量。韩国国旗塔的右侧就是著名的板门店，现在一般游客是无法前往参观的。这边是韩国一侧，随便拍都可以。在韩朝会谈2018年之前，韩国首尔和平壤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平壤时间是晚半小时的，好像现在已经改成统一的首尔时间了。在会谈之后，这地方真的源源不断的游客很多啊，尤其是欧美的游客特别多。据导游介绍说，在韩国的非军事区内还有一个有人居住的小村子，亦被称为自由村，是韩朝边境唯一的民用聚落，距离板门店约1公里，距离朝鲜开城市约12公里，人口只有几百人，有1所小学，15名学生，15名老师，没有任何的盈利设施。因为其特殊的地点，所以村庄也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和限制。每晚7点，军人会进入村庄核对居民的人数，以确保安全。男性居民无需服兵役，但如果女性居民与外部的男性结婚，则必须搬出村庄。村子主要产业为农业，尤其是以人参的种植闻名。最后一个景点好像是这边的一个纪念品商店，最后一个购物行程。有一些韩国的特产，人参啊，什么蜂王浆之类的吧，有些土特产，全部写的英文，感觉真的是针对于
欧美游客，韩国的化妆品之类的。这应该是什么蜗牛面霜啊，好像挺有名的。像这边就有中文的了，估计这些的这个中文游客会买的比较多一些。对，你看就只有这2个是有中文的，然后底下这就没有中文了，这个也没有中文，针对性还是蛮明确的。这个也没有中文，底下这个就有中文了。这店里卖的东西跟刚刚那个第一家纪念品店卖的都差不太多，其实都是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还有这个红参，大家买的人还是挺多的。旁边还有一家餐厅，自助的buffet，3000块，不对，13000，自助的餐厅。什么也没买，刚买好冰箱贴了，所以没什么需要的，买了一个冰淇淋。如果大家是自己来自由行的话，他这个车上的司机啊只说韩语的，所以下车几点钟上车的时间他都是用韩语说的，所以一般你是听不懂的。但是车上一般都会有这种欧美的导游团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下车的时候注意听车上那些导游团的导游跟他们的游客说的集合的时间，一般用英语说的。而且这种就感觉就是拼团，也有自由行的人，也有这种小的团队，这个车上感觉有两个团，然后还有自由行的人，所以呢，司机虽然说会告诉大家到哪儿了，几点钟上车，但是他走之前我看到他没有在点人数的，所以说不定真的你没上车，人家车就走了。而且就是一定要认准你的车的车号，车真的很多，大巴车非常的多，认准车号，记不住拍个照。今天的行程应该差不多就结束了，这是最后一个景点了，估计会回到刚刚那个售票处的地方就解散了。가시기바랍니다안녕히가십시오。最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去 DMZ 参观，给大家一些实用建议。从首尔去 DMZ 一日游最方便的是直接旅行社跟团，但自己过去参加园区的导览团会便宜很多。如果能早起，尽量早出发，工作日的10点半之前，周末的9点半之前抵达文山站的话，可以在同站换乘，再坐2站到临津阁。到临津阁的车非常少，每天只有2班。如果赶不上地铁，可以在文山站坐巴士，但巴士的时刻表很难掌握，实在不行就像老宋一样，可以直接打车，价格约不到1万韩币。DMZ 导览团的票可以提前预定，但系统很难用，我一直是没有购买成功，所以可以直接到游客中心后现场购买。另外，请随身携带好护照等证件，现场会有多次的查验。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